254年和255年，姜维2次北伐曹魏。那么这2次北伐的战果如何？被黄忠斩杀于定军山的夏侯渊之子，为何要投奔蜀汉？邓艾又是如何到达陇西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的第7次和第8次北伐。254年正月，姜维回到成都，刘禅让他都督内外军事，从此姜维便真正的掌握了蜀汉的军权。同年，司马师诛杀了李丰和夏侯玄等人，并且废除曹芳，另立曹髦为帝，致使冠丘俭和文经叛乱。与此同时，狄道的长官李简秘密地向蜀汉请降，姜维得知后非常高兴。同年6月，他便率领着荡寇将军张仪等人前往狄道迎接李简。狄道位于今天甘肃临洮县，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秦长城的起点，而且有洮河作为天然屏障，自古便是易守难攻之地。不久之后，姜维的大军便到达狄道，李简则率领官吏和百姓出城迎接。曹魏的将领徐志得知后，立即前来救援狄道。姜维派遣张仪前去迎战，虽然最后张仪战死，但魏军的伤亡却是蜀军的数倍。之后，姜维趁胜围攻襄武，与徐志展开激战，再次大破魏军。接着，他先后攻破河关和狄道以及临洮等地，并将这3个县的百姓带领着撤回了汉中。然后，他将百姓们安置在绵竹和樊县居住。姜维的第7次北伐结束。第2年，即255年3月，司马师病逝于许都，司马昭被拜为大将军，开始执掌朝政。姜维得知后，认为曹魏的政局不稳是北伐的绝佳机会，可征西大将军张翼却认为蜀汉国小，不应该穷兵黩武，与姜维在朝堂上争论不休。但姜维不听劝谏，执意北伐。同年夏天，他便率领夏侯霸和张翼等将领以及数万人马，第8次北伐曹魏。这是姜维历次北伐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夏侯霸是夏侯渊的次子，当年夏侯渊被黄忠斩杀于定军山，夏侯霸常常咬牙切齿，立志要为父亲报仇雪恨。高平陵之变后，曹爽被杀，曹爽的亲信也都受到了牵连，其中就包括夏侯玄和夏侯霸。夏侯玄作为曹爽的表弟，被任命为征西将军，负责镇守陇西。曹爽被杀后，司马懿便将他召回京城，任命郭淮为征西将军。由于夏侯霸是夏侯玄的堂叔，又是曹爽的亲信，而且他还与刚上任的征西将军郭淮不和，因此出于对自己安危的担忧，连忙逃往了蜀汉。那么，既然他与蜀汉有杀父之仇，为何还要投奔蜀汉呢？原来他有个堂妹，当年外出打柴时遇到了张飞，被张飞娶为妻子，生下的女儿便是此时刘禅的皇后。因此他投奔蜀汉之后，刘禅非常高兴，立即任命他为车骑将军。8月，姜维的大军到达扶韩，即今天甘肃临夏县东北，然后准备向狄道进军。此时，雍州刺史是刚刚上任的王经，驻守在上邽。征西将军郭淮已经病逝，由陈群的儿子陈泰接任，驻守于陈仓。得知姜维率领数万大军前来，王经非常慌张，连忙向陈泰请示。他给陈泰写信说，蜀军准备从岐山、石营以及金城3路发起进攻，所以他准备率军前往石营迎敌，同时分兵驻守岐山，让凉州的魏军前往扶韩侦察，并迎击金城方向的蜀军。可陈泰认为王经的情报并不可靠，一方面按照他的分析，姜维不可能如此进军，另一方面即使姜维兵分3路进发，以王经的战术也是无法阻挡蜀军的。因此他命令王经率军进驻狄道，并且只可坚守，不可迎敌。他将亲率大军前来救援，等他到达后，在里应外合夹击蜀军。于是王经便率军进驻狄道，陈泰则从陈仓出兵赶往陇西。然而当姜维率军赶到狄道附近时，王经觉得蜀军长途跋涉而来，必定疲惫，趁他们还未休整之前，突然发起袭击，定能将其打败。于是王经便率军出城，与蜀军在洮河西岸展开激战，结果魏军惨败，战死者多达数万人，仅在逃跑时淹死在洮河里的士兵就有万余人。王经这才感受到了蜀军的勇猛，不得已只能率领残部退回狄道城，坚城固守不出。这时张翼对姜维说，
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应该适可而止。如果继续进军，也许会毁掉这次胜利，是画蛇添足的行为。没想到姜维大怒，不肯听取张翼的劝告，立即下令围攻狄道。陈泰此时还在赶往狄道的路上，当他得知王经不听命令，擅自出城导致大败后，既气愤又焦急，连忙让骑兵率先出发，他亲自率领步兵跟随，急速赶往狄道救援。远在洛阳的司马昭得知王经战败后，担心陈泰不能单独挽救战局，于是立即让长水校尉邓艾率军前去救援，同时让自己的叔叔司马孚镇守关中，以为后援。就这样，姜维包围着王经，而陈泰和邓艾则准备包围姜维。不多时，陈泰和邓艾的援军便陆续到达上邽。这时，邓艾认为王经已经战败，致使蜀军士气高昂，而我们率领的都是仓促聚集的散兵，士气不高，如果再次战败，陇西必然动荡。因此，他建议让王经固守狄道，拖垮蜀军，我们固守要塞，避其锋芒，等蜀军疲惫之时再发起攻击，便可一战而胜。这便是舍小利而顾大局。并且举例说，如果被毒蛇咬了手，壮士就应该把手腕砍去，以保护身体不被毒害。可陈泰却说，姜维轻兵深入，粮草必然不足，如果他攻下狄道，然后向东进兵，就能得到足够的粮草，然后他再收拢降兵，招纳羌胡，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可就彻底被动了，所以必须速战速决。随后他便命令大军连夜出城，避开姜维设下的伏兵，隐秘地越过高城岭，然后绕到狄道城东南的高山之上，燃起无数的烽火，并且命令士兵鼓角齐鸣。狄道城里的将士们得知救兵已到，士气瞬间高涨。姜维没有想到陈泰的援军来得如此快速，为了试探敌军虚实，他亲自率军绕过山峰，与魏军展开激战。结果魏军果然人多势众，一时无法取胜，只能退回营垒。这时，凉州的魏军已经从金城关赶到了沃甘坂，即今天兰州市阿甘镇。陈泰便扬言要截断蜀军的退路，致使蜀军惊恐不安。9月25，姜维只好撤军退到中堤，即今天甘肃临洮县南。狄道城里的将士们终于被解救了出来。王经感叹道：“城中的粮食已经不足10天，如果不是救援及时，恐怕就要全城覆灭了。”战后，王经被召回京城另行任命，邓艾则被正式任命为安西将军。从此，他便驻守陇西，成为了姜维最为强劲的对手。至此，姜维的第8次北伐结束。诸葛诞和文钦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最后，他们又为何反目成仇？姜维得知诸葛诞起兵反叛后，立即北伐曹魏。那么，最后的战果如何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的第9次北伐，即诸葛诞在寿春起兵。256年，姜维被拜为大将军，开始执掌蜀汉的朝政。6月，他与镇西将军胡济兵分2路出击，约定在上邽会合。姜维的第9次北伐拉开了序幕。7月，姜维率先到达岐山，得知邓艾已经在岐山堡布下重兵，他便改道前往董亭，目标依然是陇西重镇狄道。然而，当大军到达武城山的时候，邓艾却抢先占据了武城山，据险而守，等待着蜀军。姜维得知地利的优势已经不在，强攻难以取胜，于是连夜渡过渭水，准备前去攻打上邽。邓艾得知后，立即引兵前来攻击，两军便在断谷展开激战。由于胡济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导致蜀军交战不利，士兵伤亡惨重。陇山以西的百姓们也埋怨姜维，趁机开始骚乱。不得已，姜维只能罢兵而回。第9次北伐失败。消息传到成都，大臣们纷纷上表，批评姜维屡次北伐不见成效，导致蜀汉兵疲民困。姜维无奈，只能给刘禅上书谢罪，自求贬职。刘禅便改任他为魏将军，代行大将军之职。就在这时，曹魏朝廷再次发生变故，曾经不与灌鸠简联合，并抢先攻占寿春城的诸葛诞，竟然也起兵反叛了。
冠秋俭和文钦起兵的时候，曾经派遣使者联合诸葛诞一起起兵，可诸葛诞不仅没有响应，还斩杀使者，向司马师告密。可仅仅过了1年，他便准备自己起兵反叛了。256年，诸葛诞以东吴准备进攻寿春为由，要求朝廷增兵10万，以抵御东吴。司马昭得知后觉得有些蹊跷，便派遣贾充以慰劳将士的名义前去试探。贾充到达后，试探性地询问诸葛诞说，洛阳的贤达之人都希望曹髦将皇位禅让给司马师，你认为如何？诸葛诞严厉地说道，你不是贾逵的儿子吗？你家世代享受着曹魏朝廷的恩惠，怎能将国家转送给他人呢？如果皇帝有难，我必将力搏一死。贾充默然无语，回去之后，他就告诉司马昭说，诸葛诞在扬州早有威名，反叛是必然的。所以他建议司马昭将诸葛诞征召入朝，虽然他必定不从，但至少可以将影响降到最低。257年，司马昭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升任诸葛诞为司空，让他把军队交给扬州刺史乐进的儿子乐申，立即回朝任职。诸葛诞接到诏书后，知道自己回到洛阳必定被杀，已经走投无路了，于是立即杀掉乐申，征集淮南的将士，并且在寿春城内囤放了1年的军粮，正式举兵反叛。同时，他将儿子诸葛亮送往东吴，请求东吴出兵救援。司马昭得知后并不惊慌，立即率领大军前去平叛。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皇帝曹髦。当年冠秋俭和文钦叛乱的时候，司马师亲率大军平叛，结果病死于许都。曹髦得知后便立即下诏，让司马昭留守许都，准备趁机夺取司马氏的兵权。所以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他决定带着曹髦和郭太后一起亲征。7月初5，大军到达丘头，即今天沈丘县东南40里的颍水北岸。之后，他派遣镇南将军王基和安东将军陈谦率军前去围攻寿春，派遣监军石苞和兖州刺史周泰率领精锐为机动部队，防备吴军的进攻。再来看东吴，此时东吴掌权的是孙峻的堂弟孙申，他收到诸葛诞的救援后，亲率大军进驻霍里，即今天安徽省巢湖市西北。然后派遣投降过来的文钦父子以及全端和全义等人，率领3万人先行赶去救援。他们到达后，成功突破王基等人的封锁，进入了寿春城。同时，他命令朱毅从武昌出兵赶来救援。朱毅率领5万大军到达后，将辎重留在都路，即今天洛安市西北，然后轻装简行到达漓江，即今天长丰县西南。然后他派遣任度和张震率领6000勇士，在屯溪6里处搭建浮桥夜渡淮河，修筑偃月形壁垒。石苞和周泰得知后，立即率军前来抵抗，斩杀了吴军2000多人，吴军退走。之后，朱毅制造攻城武器，围逼武穆城，结果再次战败。就在这时，魏军的将领胡烈以骑兵袭击都路，焚烧了吴军的粮草辎重，朱毅只能引兵撤退，吴军饥饿难堪，以隔夜为食。孙申得知后，给朱毅增兵3万，让他继续攻打魏军，但朱毅不肯听从。孙申大怒，立即要求朱毅前来面见商议。结果朱毅到达后，却被孙申给斩杀了。不久之后，他引军退回建业，致使寿春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寿春城内的将士们得知孙申退兵后，惶恐不安，军心开始动摇。诸葛诞的心腹部将蒋班和焦宜献策说，孙申杀死朱毅后便退回了江东，寿春的结局可想而知。现在我们应该趁着军心还未彻底崩溃，集中力量从一个方向突围，即便不能全胜，也能保存部分实力，不然坐守寿春还有什么用呢？柯文金表示，司马昭已经围困寿春将近1年，怀有异心的人即将出现，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形势必然发生变化。所以
他不同意突围而走。蒋班和焦仪再次劝说，导致文钦大怒，劝说诸葛诞斩杀临阵退缩的将领。二人担心被杀，连忙翻墙出城，投降了司马昭。这时，钟会给司马昭献计，继续劝降东吴的将领。当时，孙大虎的第二任老公全琮在东吴任右大司马，他的儿子全义和孙子全敬，以及侄子全端和全篇等人都在寿春城内，而全琮的另外2个孙子全辉和全仪，则因为在东吴惹上了官司，无奈之下，只好带着母亲投奔了司马昭。于是，钟会便给司马昭建议，让全辉和全仪给寿春城内的全义等人写信劝降，而且钟会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会伪造书信，假称孙申打算诛杀他们在建业的所有家属。全义得知自己领兵在外，而家人却在后方被害，顿时心灰意冷，立即率领着属下的数千人开城投降了魏军。接着，司马昭遣送了一些老弱残兵到淮北就地取食，给前线的士兵则每人只发3升的大豆，让士兵们装作饥饿瘦弱的模样给淮南的士兵看，并且放出很多间谍，扬言说东吴的救兵马上就要到了。诸葛诞得知后果然上当，立即让士兵们尽情的吃喝，准备等东吴的救兵到达后就与魏军展开决战。然而粮食都快要吃完了，也没有等到东吴的救兵。这时石苞和王基请求攻城，但司马昭说，以前诸葛诞和文钦向来不和，现在是紧要时刻，他们才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如果我们现在攻城，他们就会同仇敌忾，我们的伤亡必定很大，只要拖着，他们之间必然相互猜忌，天意会将他们灭亡的。258年的正月初七，诸葛诞和文钦准备率军突围，他们不分昼夜地向南攻打了5、6天，结果都被魏军击退，没有突围成功。然而城内的粮食日益短缺，已经无法承担城内士兵的消耗了。文钦便提出一个方案，说北方的士兵家人都在北方，最容易投降，于是干脆把他们都赶出去，以节省粮食。可这些北方的将士都是诸葛诞的人，他当然不同意，两人便由此产生了隔阂。随着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最终诸葛诞亲手斩杀了文钦。文钦的儿子文鸯得知后，连忙跳下城墙投降了魏军。司马昭立即任命他为将军，让他率兵来到寿春城下喊话，继续劝降城内的将士。城内的守军原以为文鸯投降后会被司马昭诛杀，因为他的哥哥司马师是被文鸯惊扰才旧病复发，眼睛掉出眼眶，疼痛而死的。结果司马昭不但没有杀他，为哥哥报仇，还任命他为将军，寿春的守军便犹豫了。司马昭见寿春城上的守军只持弓但不放箭，立即命令将士们开始攻城。2月20日，魏军攻入寿春，诸葛诞准备率领亲信逃走，结果被胡奋手下的士兵追上后给斩杀了。随后诸葛诞被一灭3族。至此，诸葛诞的叛乱彻底结束。曹髦为了表彰司马昭的功勋，将秋头改为午秋，4月大军回到了洛阳。再来看蜀汉。257年5月，得知诸葛诞在寿春起兵，司马昭将长安的兵力悉数调往前线，姜维立即出兵北上，第10次北伐曹魏。这次出兵，他走的是淌洛道。征西将军司马望和安西将军邓艾担心姜维夺取魏军囤积在长城的军粮，连忙合兵据守长城，即今天陕西省周至县西南。姜维到达后多次挑战，可魏军坚守不出，双方对峙了长达1年，直到诸葛诞被杀，姜维依然没有拿下长城，于是只能被迫退兵。姜维的第10次北伐结束。此战过后，邓艾被任命为征西将军。姜维返回成都之后，刘禅恢复了姜维大将军的职位。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作为魏国的皇帝曹髦是如何被人当街刺杀的？
姜维最后一次北伐以及敛兵拒捕的策略是否能够挽救蜀汉？司马昭调集18万大军征伐蜀汉，刘禅是如何应对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的最后一次北伐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258年，姜维回到了成都，刘禅恢复了他的大将军之职。然而，由于他常年在外征战，无暇顾及朝廷的政务，当他真正身处成都的时候，才发现蜀汉的朝政已经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此时，刘禅最为信任的人是宦官黄皓。董允在世的时候，经常厉色责备，使黄皓有所收敛，不敢为非作歹。可是，自从董允去世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压得住他了。由于姜维常年不过问朝政，导致尚书令陈芝的威望甚至超过了大将军姜维。而且陈芝并不排斥宦官黄皓，还与黄皓互为表里，深得刘禅的信任。再加上姜维数次北伐失利，朝中的很多大臣都对他颇有微词。不久之后，黄皓和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等人给刘禅上表，建议收回姜维的兵权。姜维再三思虑之下，决定离开成都，要不然恐怕连性命都保不住了。于是他给刘禅上表，请求前往榻中屯田。刘禅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榻中即今天甘肃省舟曲县。再来看曹魏朝廷。260年，曹髦已经20岁了，可是他虽然身为皇帝，朝政却由司马昭把持，并不由他做主，因此心中颇为不安，常常忧虑自己被废受辱。于是他决定召集百官废除司马昭。5月初6，他让仆射李昭和黄门从官焦伯等人在凌云台部署甲士，然后召来侍中王审、散骑常侍王业和尚书王经前来议事。王经在狄道被姜维打败后调回洛阳，回来之后却成了皇帝的心腹。然后他对3人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等被废之辱。现在我决定亲自率领你们前去征讨司马昭。”安排妥当之后，他便让3人各自召集人马。然而王审和王业不仅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去办，还连忙将此事告知了司马昭。他们本想拉着王经同去，却被王经给拒绝了。司马昭得知后大惊，立即召来护军贾充等人商议，并做好戒备。曹髦得知事情泄露后，知道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于是只能率领亲兵前往司马昭的府邸，准备诛杀司马昭。当他们到达南阙的时候，迎面遇到了贾充，率兵阻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曹髦厉声呵斥道：“我要去讨伐有罪之人，敢有骚动抵抗者，罪当灭族。”贾充率领的兵将面面相觑，不敢轻举妄动。曹髦无论怎样，名义上还是皇帝，于是众人连忙看向贾充，问他该如何应对。贾充怒斥诸将道：“司马公平时养着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这还用问吗？”众人还是不敢妄动。就在这时，只见太子舍人程济挺身而出，大步走到皇帝曹髦的车驾前，将戈刃从曹髦的后背直接穿了过去。曹髦不可置信地被刺杀于车驾之中。司马昭得知后大惊，跌坐在地上说道：“天下人该如何议论我呀？”接着他连忙召来陈泰，询问此事该如何收场。陈泰对他说：“为今之计，只能将贾充腰斩，方能向天下人谢罪。”可司马昭想了半天，又问陈泰说：“有没有退一步的办法？”陈泰回答说：“没有退一步的办法了。”最后司马昭决定将所有罪责都推到刺杀皇帝的程济身上，准备杀他以平民愤。5月初8，司马昭向郭太后上奏，声称自己本想听候曹髦的裁决，没想到曹髦还想谋杀太后，于是便举兵阻挡。他命令将士们不得伤害任何人，更不能逼近天子的辇车。可程济不听命令，私自闯入兵阵，刺杀了皇帝。现在程济已被军法从事，程济的家人也被逮捕，已经交给廷尉治罪了。最终，郭太后下诏将程济一灭3族，
同时，司马昭认为王经和自己不是一条心，趁机将他也给处死了。随后，司马昭召集群臣商议，决定迎立燕王曹宇的儿子曹皇为帝。5月初8，司马昭派他的儿子中护军司马炎前往邺城迎接曹皇。6月初1，郭太后下诏让曹皇改名为曹奂。6月初2，曹奂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至此，曹髦的政变彻底失败，曹魏的第5位皇帝曹奂即位，但依然是傀儡皇帝，朝政依旧由司马昭把持。2年之后的262年，姜维发动了第11次北伐，也是他最后一次北伐曹魏。这一年，姜维61岁。他此次北伐的目标是陶阳，即今天甘肃卓尼县西南的陶河南岸。邓艾得知姜维出兵后，连忙率军赶往陶阳迎战。他觉得姜维劳师远征，粮草转运必然困难，所以此战难以持久。于是他抢先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地等待着蜀军。姜维的大军到达后，双方在陶阳以东的侯河展开激战，结果蜀军不敌，姜维只能率领残兵退回了榻中。消息传回成都，黄皓大喜，连忙在刘禅面前祭献谗言，并且开始运作罢黜姜维，推荐自己的亲信严语担任大将军之职。姜维见黄皓如此肆无忌惮，便给刘禅上表，请求处死黄皓，可刘禅不肯听从。姜维深知黄皓已经权倾朝野，无人可以撼动，他自己也不敢再返回成都，只能留在榻中继续屯田。至此，蜀汉君臣离心，宦官专权，再加上国力衰弱，北伐已经彻底无望，能够守住汉中和巴蜀之地就算不错了。姜维认为蜀汉和曹魏的兵力悬殊越来越大，而汉中的守军严重不足，如果继续防守汉中，已经无法获得更大的战果了。于是他便提出了敛兵拒古的策略。他下令撤走所有关隘的守军，重新调整部署，让胡济退往汉寿，王涵驻守越城，蒋斌驻守汉城，蒋舒和傅简驻守阳安关。这样做的目的是适当收缩汉中的防御，以集中兵力打击来犯之敌。如果魏军前来攻打，他就将魏军放入汉中，然后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拉长敌军的补给线，等敌人粮草耗尽，疲困撤兵之时，再伺机歼灭，关门打狗。那么，既然姜维已经做好了部署，司马昭是否能够破解呢？263年夏，司马昭召集群臣，商议征伐东吴和西蜀的战略战术。他分析说，如果征伐东吴，就需要打造战船，开凿水道，粗略来算，需要耗费1000余万个工日，也就是10万人100多天才能完成。另外，南方的地势低下，气候潮湿，必然会发生极疫，所以应该先灭西蜀。灭蜀3年之后，可以借助巴蜀的有利地形，水陆并进，攻灭东吴。西蜀的士兵大约有9万人，驻守成都和其他各郡的不下4万，因此可供姜维调配防守汉中的不会超过5万人。此时姜维驻守榻中，无法亲临汉中战场，蜀军的其他将领则据城守险，兵力必然分散，首尾不能相顾。只要我们从倘落到出兵，出其不意地攻打汉中，必能将其击败。邓艾得知后，立即给司马昭写信说，西蜀还没有祸乱到有可乘之机的地步，所以他建议司马昭暂时放弃灭蜀计划。可司马昭不肯听从，而且为了万无一失，他立即派遣主簿师纂前往邓艾的军营担任司马，同时负责监视邓艾。接着，司马昭调集了18万大军，刚好是蜀汉总兵力的2倍，兵分数路，同时对蜀汉发起攻击。姜维得知曹魏18万大军来袭，连忙给刘禅上表，请求派遣张翼驻守阳安关，派遣廖化驻守阴平桥头。刘禅找来宦官黄皓商议，由于黄皓信奉鬼神巫术，他告诉刘禅说，魏军最终不会攻来，陛下尽管放心。
于是刘禅便将此事搁置，竟然都没有向大臣们提及，导致蜀汉的大臣对于曹魏出兵的事一概不知。那么姜维是如何赶到剑阁关邸于钟会的？邓艾又是如何通过阴平小道直取成都的呢？灭蜀之战的全过程，我们将在下期详细讲述。